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射击游戏《勇士们》。这款游戏给大家录制过红白机的版本，街机版要早发售2年，发售于1988年，年代也比较早了。为了快一点给大家演示整个流程，我采用了一个特殊的1控2的方式，把1P还有2P 的键位设置成完全一样，这样我操作一个人物，2个人就一起动了。而且呢，打点2个人一致，所以说输出也高了1倍。不好的地方就是会争抢手雷，不过手雷到了游戏的中后期我就不讲了，这个原因到后面再说。街机版的画面比红白机版要好，同屏的敌人数也更多。这个游戏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过关之后，这2个主人公都会走出这种六亲不认的步伐。刚刚自己试玩的时候呢，发现了街机版的一个设定，屏幕下方这个槽是敌人的计量槽，咱们在击倒敌人的单位，包括战车、飞机还有这些士兵的时候，这个计量槽会消耗。那如果你打敌人的建筑物的话，这个计量槽竟然也会消耗。我不太清楚红白机版有没有这个设定，反正印象当中是没有的。如果这个设定有差别，那它就是红白机版和街机版最大的差距了，因为红白机版呢一致度也比较高了。另外红白机版只有2个按键，所以说你按连发的时候它是扔出手雷，街机版呢是3个按键，一个是枪，一个是手雷，中间那个按键是翻滚，如果你按下它就是翻滚，如果按左和右的话，它就是快速的左右移动。翻滚的时候人物是无敌的，另外你躲在建筑后边的时候，敌方如果不用轰炸机的炸弹炸你，你也是无敌的。所以说我会经常的在这种掩体后面和对方打架的。好，又过1关。游戏的整体流程是20关，一共是5大关，每大关是4个小关。现在咱们就打到了第1大关的第4个小关，给了个机枪，这是轻机枪，另外还有一种是重机枪，瞄准镜的样式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刚才也提到了，到了游戏的中后期，可能机枪还有手雷我就不太讲，因为咱们的输出2个人一起射击的话，已经相当于一个轻机枪的攻击力了。第2点呢，就是街机版毕竟它的基板的性能比红白机版要好，所以说它同屏的敌人数会非常的多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如果我去捡手雷或者是机枪了，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无法进行输出的。那这个时候屏幕上会累积大量的敌人，对我就造成一种火力压制，因为游戏就是这样，攻防呢它是相对的。如果你把对面压制住，那对面的火力肯定就是被削弱了。如果对面把你压制住了，你就很难再输出了。所以我如果不捡道具的话，希望大家理解。好，这个炸弹呢可以站在中间，它就打不到你了。第1关的 BOSS 还是比较简单，大家看它的计量条长得也很快。好，已经挂了。这样咱们过了第1大关，用时大概4分钟。所以说20关的话呢，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通关了。第2关只有左侧有几个掩体，那我先站到右侧来吧。感觉敌方人太多了，我再往左边去。哎，为什么打我掩体啊？这把我掩体拆了，这帮人是不是有病啊？不打我啊？哎，还有一点，可能大家刚才观察到了，这个游戏呢，对面扔出的手雷，甚至轰炸机扔下来的炸弹，还有坦克的炮弹，都是可以在半空中打碎的，这样对咱们自己是一个有效的保护。
对面子弹过来的时候，如果快要打到你了，你一个翻滚就可以躲开。翻滚毕竟是无敌的。咱们的掩体有的时候呢，它是比较硬的，可以挨2枪，但有的时候就比较脆了，1枪就没了。这关飞机好多呀，就打飞机我不是很擅长。敌兵也非常的多，看着同屏的人数真的夸张。2关3，拆他们的炮楼啊！有的建筑你拆了一下呢，它大概是长3到4个计量条。打小兵的话，2到3个才长1个计量条。像坦克这种单位呢，还有飞机，每个是长1个。哎，敌方出现了一个新的兵种，是一个骑摩托的敌兵，还有运输车。骑摩托的单位好像是红白机没有。对面也是有精英兵的，像这种穿着灰色衣服的士兵就是精英。那如果你打他的话，需要2到3枪。他有的时候倒地只是受伤了，这样会出现担架兵来救他。打担架兵的话呢，就会不断的出手雷或者分数。2关4，这里一会儿就要打 BOSS 了。这个 BOSS 呢，可能很多玩过的小伙伴印象比较深，是一个潜艇。哇，这里水鬼好多呀！后面的房子是可以拆的。那看来街机版打速通的话，要优先拆建筑物，因为计量条上涨的很快。已经1半多了，躲不开了，咱们可以滚。但滚的话呢，你毕竟滚完了会站起来，站起来的这一下，它就是一个硬直，要小心这一下被子弹打到。好了 ，BOSS 战 ，BOSS 扔出的炸弹也可以打碎，但速度快的呢就要躲了，而且这种炸弹只有接触到屏幕的最下方爆炸的时候，它才有攻击力。街机版的判定感觉清晰了很多，红白机版有的时候你不太确定能不能打到 BOSS， 攻击有没有效。那这里呢，有效的时候 BOSS 会闪光。他的子弹真的很快呀！打完这个游戏，还是推荐你能够找到小伙伴和你一起玩，2个人玩非常的欢乐。另外，我之前试玩有2点我没有想到。第一点呢是，这个游戏这么短吗？我自己玩了20分钟通关了。这个是我没想到的。我记得当年和小伙伴一起玩呢，一玩啊一上午一下午，这回怎么20分钟就能通关？那第2点呢是这个游戏的难度上真的不是很高，因为街机室的老板一般都会希望游戏能够难一点，能多吃你的硬币嘛。但这款游戏的难度，我感觉基本上你玩个1周左右练一练，通关就问题不大。毕竟也不止1条命，而且呢，这个游戏有个好处就是你挂了之后再爬起来啊，你的角色不会怎么削弱。它不像很多飞行射击游戏，中间吃了10几次的火力加强啊，万一挂了，推倒重来，你再也没有耐心去玩下去了。这关飞机有很多。我都说了，打飞机是我弱项，手速和反应都跟不上。不，这屏幕上6、7架飞机一起啊，这个在红白机上肯定是没有这种现象的。那好在飞机扫射的时候就跟瞎子一样，
好，这个炮弹还没打到我呢，他们已经全屏清场了。看一下这个起重机，应该能拆这么明显的建筑物。好，因为同屏的敌人比较多，所以说街机版的节奏上比红白机版也要快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发现街机版的机梁条好像比红白机版要长。红白机版有的关卡是不会顶到头的，这个好像每一关都给我顶到头了。我的障碍物没有了，但是呢也过关了，这关真的安逸，一直躲在后面。3关4啊，这里就要打 BOSS 战了。有的关我感觉40秒左右就已经过关了，太快了。这边这些障碍我希望多挺一阵儿，人真的多，感觉已经是弹幕游戏了。哇，刚刚那个小兵我真服他呀，他站那么远，把手雷能扔到我这儿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战呢，就是打 BOSS 扔下来这些炮台，但是呢，街机版我发现打这个车头也有效。看打车头它也闪光啊，车头已经爆了。好，过关。游戏已经打了一大半了，12分钟打了一大半。第4关，哎，第4关那个桥那个门洞我特别有印象。这里呢，红白机版和街机版应该设定是不一样的，到那儿了再跟大家介绍吧。担架来了，打出一串雷，但这个雷捡一个呢只有1发，有点抠门。我这个砖墙挨了1子弹哦，2下，墙已经没了，但是这关咱们也要过了。看我捡了一个手雷，马上对面的弹幕就起来了。就本来我压制对面压制的很好，就为了捡一个手雷，形势就陷入被动哦，把他抬走了，我竟然没管。所以东西真的不能乱捡啊，不压制对手就会被对手压制。分数也就算了，但是本作的分数是能减命的。来了4个飞机，哦，我躲在这儿吧。过关，这关的掩体还是比较硬实的。这关这里的桥，我记得上边那层是能打爆的红白机版，但是这个版本呢，之前我试玩打了半天，它也没爆。因为过关的时候呢是能够清屏的，清屏的时候它也没爆，那就是确实它是无敌的。轰炸机啊，扔了3发炸弹。好的，我的掩体被拆干净了，这一关才打了1/3啊。还是藏在角落，因为你真的感觉对方很多的单位就是有点瞎。你看，他们在往左侧开枪，这个不知道在打谁呀。好，清场。开场我只能先往一侧移动，这样方便一起操作2个。
游戏的2个主人公也是一红一蓝，所以说真的自古红蓝出 CP 啊！想想魂斗罗系列、双截龙系列等等，都是这样。哇，一个飞行编队啊！这关这么快，已经 BOSS 战了。哦，看对面的计量表长的，这种橙色的炸弹也可以打爆。这个 BOSS 活了有10秒钟吗？好像没有。第5关，这也是最终关了。最终关同样是4小关。这个山是能拆的，太夸张了！用机枪拆了山，2座山。山，这个子弹同样也是，它打到最下边这一行的时候才有攻击力。哦，又抬走一个。5关2，你看这些小兵开枪真的不知道在打谁，把我掩体先拆了。远处的小兵不是很好瞄。这个游戏其实是有对应的机台的，它呢有2个版本，一种版本就是像咱们小的时候玩的街机是一样的，是用摇杆来操作的；有的呢是利用轨迹球来操作的，方向是一个球，你戳这个球，人物跟着移动。5关3。哦，这个飞机高级，它从上面降落下来，但是感觉也瞄得不准啊。你看我这个掩体真的硬啊！啊，碎了，不扛夸。刚才被飞机来了一梭子子弹，没炸，我就觉得它很硬，结果呢，话音未落，就开始打我脸。哇，这关。这敌人往这边滚吧，转移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掩体。刚才屏幕上好像同时20个敌人。5关4，最终关了。这里对面没有能拆的东西，好像战场很干净。敌人的数量感觉也不多。重机枪，先保护自己，把轰炸机的炸弹打碎。这关敌人真的比上一关少多了。子弹能把炮弹打碎，这是什么原理呢？哦，飞机的扫射看来攻击范围没有贴图显示的那么大。你看刚才2下都没有打碎这个掩体，所以说应该是没有攻击到。BOSS 战，然后打中间也有效，红白机版我记得打中间是无效的，你只能打它下边的这些。掩体终于碎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，我要挺住。没有手雷了，扔干净了。OK， 通关。这次呢，不用走六亲不认的步伐了，上飞机了。那红蓝 CP 上飞机之后，就开始了魂斗罗的剧情，大概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勇士们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非常可惜呢，没有小伙伴一起玩，只能自己采取1控2的方式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